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带你们去吃一顿正宗的酸菜鱼。酸菜鱼也称为酸汤鱼，是重庆的一道经典菜品。用酸菜煮的鱼，汤鲜味美，细腻如丝。比起以麻辣著称的传统川菜，酸辣可口的酸菜鱼嫩滑入味，吃起来非常开胃。现在时间还有一点早，在去吃酸菜鱼之前，我们先去吃一个鸭血面。Let's go！其实重庆除了小面，还有其他的面可以选择。比如说，我们经常就是把一些家常炒菜它的汤底作为底料，然后上面都放浇头，像红烧肉面、蹄花面、豆花面、鱼香肉丝面那些都是可以选择的。反正就是那些家常菜，通通它的底料都可以拿来做成面。我们这边夸那个家常菜，还有那些汤底做的好不好吃的一个标准就是那个可以留到起，明天拿来下面吃。鸭血面，2两一个。好生意收款12元。付了哈，老板。你们那里开了好久了哦？开了20多年，在那儿开了4年，那总共20几年了。之前在哪里嘛？之前在叶西湾隔壁沙河，在那个建之家药房。这一碗鸭血面是12块钱，它是以泡萝卜和泡椒为基底，然后主要就是突出酸爽开胃的味道。它的汤头是比较稍微克制一点，没有小面那么辣那么油，是可以喝汤的。但是喝汤的话，怕辣的人还是都不要喝了哈。鸭血我觉得好好吃，应该是经过的，经过都是用那个水去焯了一下，但是还没有那种焯得特别的硬。就有些鸭血如果没掌握好那个火候的话，就特别的硬。他们家卖的花样也特别的多，那个板子上就全是他们家的种类，有肥肠面啊、米线啊、砂锅呀、米饭、套饭那些。然后我吃过他们家嘛，我觉得他们家的砂锅饭也特别的好吃。相较于面来说，我更喜欢砂锅饭。我觉得他们汤头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哈。老板说，如果还喜欢吃辣一点的话，他都把那个油壳多一点。然后我就说我吃的不是特别的辣，所以汤头整体看起来是比较清淡一点的。不用，够了。没啥子，没啥子。好，谢谢。老板太客气了。它这个泡萝卜，我觉得好好吃啊，就是很软，然后特别的入味，也不会很咸。因为有些泡萝卜会很咸，吃起来就不好入口。那个都是单吃都好吃，然后有点那种小小的那种脆感，都是它表面是脆的，然后吃到里头又是趴的那种。谢谢。其实这一条街上有很多的街头小吃，像在那边那个巷子楼梯下面就有一家很好吃的川菜馆，我以前非常喜欢去吃，但是啊，它唯一的我觉得也不算特点嘛，因为它本来都苍蝇馆子，环境都不是特别的好，今天就不在影片推荐了。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担子石老街的入口，往里面走就是担子石老街，也就是长嘉汇，这里是担子石老街它的一个门牌门坊。那我们走吧，往江边去走走看看。每次我在拍视频的时候，我妈她都要故意闯入我的镜头。刚刚一直在旁边说，她说我想入镜，我想入镜。我说那你就走嘛，来，拍一下她。他在故意做些这些动作。我怕。那个
个鸽子，不管你手上有没有吃的，这样一伸，它就来了，它就会以为有吃的。那个照片呢，都像狼来了一样，多骗几回它就不来了。但是石老街是重庆最早开埠的地方之一，在200多年前就有重庆最早的水码头，当时很多的富商、很多的机关都在这边来定居和设立机构，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像王家大院呐、夏家大院这样的比较老的一些宅子、一些建筑在这边。这里就是王家大院。这个宅子好大呀，可以想象一下它以前是多么的富有，而且它这个宅子里面还有戏台，就自己可以请一些戏班来表演。现在就是每当过节的时候，这个里面也会请一些表演的团队来。法国水师营也是在这边有营区的，当时的玄坛庙码头就是法国军舰停船的地方，所以就在这个老街的下面，长江边上就是法国水师营当时的营区。然后那一栋建筑还蛮有感觉的，现在就是拿来作为一些展览的用途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进去。我后面就是那个石刻，晚上有那种灯雕节，就是那个灯光全部弄在这个石刻上面，特别的漂亮。但是石老街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，看每一层都有这种电梯和楼梯可以下，它每一层其实风景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一些那种仿古的建筑。那现在我就到了这个桥这边，这个桥这边想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之前我和我老公办婚礼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里来办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餐厅，前面的铜锣湾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是在它一个江景房里面办的，后面就是来福士，然后这边看出去的景色还蛮好看的。反正重庆的景色，我觉得都是晚上比较好看，像这种有灯，它也是晚上开灯会比较好看，然后整个夜景，整个大夜景也是晚上很好看。在前面就是来福士、朝天门。到担子石老街这边来的话，最大的目的应该就是到这个观景平台来看两江交汇吧。担子石老街它以前是很繁荣的，因为水路很繁华嘛，很发达。后来因为陆路代替了水路，那它就失去了以前的繁华。现在经过改造过后，又恢复了一点热闹和人气。这边它因为以前没有改造的时候，就交通没有那么的便利。长交汇这个楼盘，它在开盘的时候，我记得还是不到1万块钱，然后后来到疫情前是涨到了快3万的样子，现在又掉下来了一点点。这里就是很多游客都会来的地方。我们还要继续往下面走，下面就是南滨路。南滨路再往前面走的话，就是开埠遗址公园。今天我们就要走到那边去。我们从鸭血面那边上面，然后一直下来，它高低落差差不多有80米的样子。现在我就在南滨路上面，我觉得南滨路是重庆最好看的一条滨江路，而且这条路上就是它的站名也特别的有意境，像什么治水消灯啊、黄阁晚渡啊、龙门皓月呀，这些都是在这条路上。那这几个名字很有意境的名字，是以前古巴渝12景其中的3景，南滨路上好像还有几景，我记不到名字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南滨路上晚上，就夏天的晚上看晚霞是特别特别的漂亮，所以才有古巴渝12景，很多景都在南滨路上面。这条南滨路一直走，往那边一直走就是重庆开埠遗址公园，然后我后面在那个地方可以坐轮渡坐到对面的洪崖洞去，票价是15块钱单程。那我们现在就到开埠遗址公园那边去 ，Go！ 这边是坐完轮渡下船的人，他们应该就是从江的对岸那边，然后到这边来的。上车的乘客请自动到押好
请往车厢里面走，前方到站龙门皓月。下车的乘客请等到车站停稳后再动动下车。龙门皓月到了。 我身后就是重庆的开埠遗址公园。1891年重庆设立海关，就代表着重庆正式开埠。因为它是南岸区，紧靠长江边上，所以很利于大型的轮船的出入。当时重庆有11个验关点，有8个都设在了南岸。因为川渝地区的原物价便宜，人工便宜，所以很多的洋商就到这边来办厂，设立办公地点。所以南岸这边它是保留有很多 原来的一些洋商的一些旧址，身后的开埠遗址馆就是当时利德勒洋行的旧址。利德勒洋行是英国商行，它是以做租重业务为主。我去搜了一下，租重业务在当时算是战略物资，因为它有韧性、有弹性，不受什么温度、湿度的影响，而且也不容易变形。它拿来擦枪支还有武器上的一些火药的残留，是能把它清除干净的。然后因为 在战争期间，它的需求量很大嘛，所以利德勒洋行它从一个10几个人的小厂，然后就扩大到了一个几百人的大厂，也一度垄断了重庆的租中的业务。 在公园的最顶层有一个平台，这平台上面有喝这种茶的，我们叫粑粑茶。然后它的桌子、椅子还有那个茶壶都是竹子做的。在这边有一个伸出去的平台，这样走过去。我刚刚走在这个平台上面，居然有一点恐高。哇，重庆的景色太美好了。 其实关于南岸有很多故事还可以讲，但今天我们只讲到开埠这里，因为等一下我就要去吃酸菜鱼。我们这里有2条江，一个是长江，一个是嘉陵江。这2条江就孕育了我们很多的饮食，鱼就是其中一种。关于鱼的吃法，我们除了有烤鱼、火锅鱼、红烧鱼之外，还有一种就是酸菜鱼。我觉得饮食就是这样有趣哈，就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料理方式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靠江吃江，每一种饮食都是值得被尊重的。好了，我马上要去吃酸菜鱼了。那种可以吃不要？3个，进来。你们是啥子鱼弄的呀？我们吃酸菜鱼。哪种吃少点儿？那乌鱼嘛，我们一个，哎。 看还有没里头有没得配菜那些啊？哦，那都先好嘛，要不要加点啥子？要。加啥子？哦，丝瓜和豆花要得，都来2样。 哎，3个，整个小的算了。洋芋啊？哦，要得。有没洋芋可以加吗？可以。加一份。那就加丝瓜和土豆嘛。要得。要得。好，做到。
大佛鱼庄，我是看网上有网友在推荐，他评价特别好，就是他的每一条评价都是老顾客回头客的那种评价。然后我就说今天来试一下，老板很热情，说话也很诚实那种，是真的个人在用心经营那家店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他什么东西都懂，哪一种鱼去掉几斤才是我真实能得到的，然后花椒是什么样子的，酸菜是从哪里来的，要泡多久，都了如指掌。我觉得这种店，你首先进来跟老板一交谈，你就觉得稳了。那其实关于酸菜鱼的话，我在网上看到有几种说法，就第一种就是说他是江津的一个渔民，他捞了鱼过后，把大鱼拿去卖，小鱼就拿来自己煮着吃。有一次啊，他就自己加了一点酸菜进去，就发现那个味道之鲜美，然后就这样流传开了。那另外一种的话，就是我听我爸说的，就是在双福一个饭馆的老板发明出来的。双福在哪个地方？也是在江津，那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，酸菜鱼来自于江津。酸菜鱼那个老板呢姓周，但是岁数很大了，可能现在有70、80岁了，但是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都喊他周兄。啊，就以前哈，他这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嘛，喊周兄嘛，现在还喊周兄的人嘛，基本上都算是很大的岁数了。农村那些要赶场那些噻，都要堵车，比如说走到111、3段儿，能够走下去，一直朝那边走，江津那边走。那阵呢，那个年代哈，江津那没得桥，要过车渡，都是一个船呢。那个车子开到个船的甲板高头，运到江津那边去。轮渡。哎，那个时候车渡，我们说的车渡。所以一般都要算到时间呢，走到那里是嘛，把饭吃了再过去，差不多那个时间。鱼皮。好烫啊！这个鱼皮好糯，现在的丝瓜已经完全入味了。丝瓜煮到那个里头也可以。每个地方对于酸菜鱼的做法可能有些微的不一样哈。我们那边酸菜鱼的做法都是葱姜蒜下去爆，然后鱼把切成片片，再裹点生粉啊，裹点蛋清啊那些，最后加水去把它煮一煮，最后关键就是要淋一勺热油。那酸菜也很关键，每个地方的水质不一样，它酸菜出来的味道也会有些微的不一样。又是一个来预定的。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打包，他直接都拿个那个钵钵来，都能够一个大钵钵，你看那个钵钵有好大，那个一个大钵钵来，他自己在外头去卖那个钵钵，那个买起来打包，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很有才。吃这个鱼，刚刚老板说的一个诀窍，一定要泡一点他们的汤在里面，吃起来才会味道很浓郁。这个鱼的话，因为它是有一点蛋清、一点生粉这样加了的嘛，所以鱼肉吃起来是很细腻、很嫩滑的。加上汤汁，就刺激出它的鲜美，然后有一点多汁。这种多汁不是鱼肉本来肉质的多汁哈，而是这种汤的酸味刺激你分泌出来的那种多汁的感觉。然后整体吃起来，它的口味的话，就是一点酸，一点麻。我是不怎么吃辣的，辣吃起来就几乎没有的。它那个里面是加了一点野山椒，老板他们的花椒是全部买的好的花椒，就是花椒里面是没有那种黑籽的，吃起来比较纯粹一点，就只麻，它不会苦。一份凉菜，老板给我们弄成了2份，2份来呢只剩那个点了，我爸妈全部吃完了，因为我一直在拍嘛，只吃了1口，这里就剩这么点了。它凉菜真的特别的好吃，应该叫卤菜。我们是要的豆腐干和豆筋棍，加了一点麻油和花椒在里面，还有香菜、葱这些，哇，不白了，真的不白了。它那个汤端上来就闻到一点些许的酸香，当你吃了几块鱼过后，就是那种一点点的麻。些微的辣，等辣味和麻味褪去过后，就留下花椒的那种清香和鱼肉的清香在。用这个鱼汤来泡饭，才是把这个鱼物尽其用的感觉。
就不浪费它一点点的吃法。吃好了，好吃。啊，那个大众点评上面都是你们电话噻。哎，但是老店儿一般打139那个。等会儿。我2个电话，一个是这，我一个是。哦。打139那个。好了哈。哎，要不加个微信嘛？哦，要得要得。你回头你就可以，你给我扫一扫。哎，到时候你都不用等。你说好久吃，要吃啥子味儿，我喊他跟着发给你。要得要得。反正。快一个了哟。不可以恁个远。对，影响口感。我说堂食的鱼是最好吃的，因为你超过了20分钟就有乌鱼哈。啊。我们现在不，它慢慢它都要分。啊，对它。花点还好一点，但是你如果你要吃得嫩，就堂食吃都最好的。好，要得。有啥子就看信息都是。要得要得，好，走嘛。哦鱼。好，要得。嗯。打包的鱼。这一顿我们3个人是吃了228。谁说重庆只有麻辣味的？酸菜鱼不也是一种选择吗？川菜一定要慢慢去寻找，一定能给到你惊喜的。那这一集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还喜欢这集影片，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订阅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为什么要给我爸戴帽子？因为他手上拿了鱼的，你看这里。他手上拿了鱼的，他不想拿鱼，他说还要戴帽子，叫我们拿一下。我说我来给你戴。走，回家。黄色的是黄姜，绿色的是嘉陵姜，黄色的是长江，